各位朋友，大家好。你有没有想過，在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床是哪一張？不是5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也不是席夢思的定制床墊，哪怕你擁有家財萬貫，在一種絕對的力量面前，這些鈔票可能連一張入場券都買不到。那張床叫做病床。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在台灣的醫院裡，每天都在上演着2場截然不同的電影。第一場電影名叫《折磨》，你可能見過這樣的場景，甚至它就是你心中最深的恐懼。一位曾經在商場上叱咤風雲的老人，或者是為了家庭操勞了一輩子的母親，到了晚年卻像被困在了一具逐漸腐朽的軀殼裡。加護病房裡那令人窒息的滴答聲，呼吸機強行把空氣壓進肺葉的嘶鳴聲，身上插滿了管子，為了維持那一絲微弱的心跳，為了讓家屬覺得我們在盡力，老人哪怕想說一句讓我走吧，都發不出聲音。身體像是一個失控的戰場，癌細胞在肆虐，器官在衰竭，每一次呼吸都是一場酷刑。作為子女，站在床邊，握着那雙枯瘦的手，心如刀割。我們不禁會問，為什麼？為什麼他一生善良、勤勤懇懇，晚年卻要遭受這樣的煉獄？這就是所謂的不得好死嗎？這種恐懼像一片烏雲，籠罩在每一個邁向老齡化社會的人心頭。但是還有另一場電影，名叫《圓滿》。這也許是你聽過的某個遠房親戚，或者是鄰居家的長輩。前一天晚上，他還在和家人有說有笑，吃了一碗熱騰騰的稀飯，甚至還打了一通電話給遠方的孫子。然後他說累了，想睡了。第二天清晨，家人推開房門，發現他神態安詳，嘴角甚至帶着一絲微笑，就像做了一個美夢，然後在這個夢裡輕輕的、沒有痛苦的離開了這個世界。在台灣話裡，這叫好走，醫學上叫無疾而終。沒有插管的痛苦，沒有化療的嘔吐，沒有把積蓄耗盡在醫院的無底洞裡，他走得乾乾淨淨，體體面面。每次聽到這樣的故事，我們在羨慕之餘，內心深處都會湧起一個巨大的疑問：這到底是為什麼？是因為基因嗎？可是我們見過太多長壽家族的後代依然逃不過癌症的魔爪，是因為有錢保養嗎？那些吞下無數昂貴保健品的富豪，往往走得比普通人還要痛苦，還是純粹是因為運氣？難道我們的生命質量真的只是上帝掷骰子的結果嗎？如果我告訴你，這一切都不是偶然呢？如果我告訴你，決定你晚年是在痛苦中掙扎，還是在安詳中睡去的決定性因素，既不在醫院的藥方裡，也不在你的銀行卡裡，而是藏在一個你看不見、摸不着，但時刻在影響你命運的地方呢？在大洋彼岸，有一位頂級的精神科醫生，大衛·霍金斯博士 ，Dr. David R. Hawkins。他花了整整30年的时間，做了一件足以震動科學界和醫學界的事情。他不想只聽病人描述痛苦，他想找到痛苦的根源。他與其團隊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裡，對全球不同種族、不同文化、不同行業的幾百萬個案例進行了測試。所有的測試數據最終匯聚成了一張圖——人類意識能量層級圖 （Map of Consciousness）。這張圖不僅僅是一張表，它更像是一張生死判決書。霍金斯博士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真相：人體其實就是一個精密的能量接收器。我們在世間的一言一行，每一個念頭，每一次情緒的波動，都有其對應的振動頻率，而這個頻率直接決定了你身體細胞的命運。他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晚年深受癌症重病折磨的人，雖然病因各不其同，但在能量層級上卻驚人的相似。他們長期處於低頻能量的泥潭中，無法自拔。而那些能夠無疾而終，甚至在這個充滿壓力的社會裡依然活得神采奕奕的人，他們的能量頻率都在某一個關鍵的分界線之上。最讓人震撼的一句話是霍金斯博士說的：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疾病能夠在一個高頻率的身體裡存活，包括癌細胞。你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有點像玄學。
但請你想一想，為什麼有些癌症晚期的病人在被醫生判了死刑後，放棄治療，去環遊世界，或者徹底放下了心中的怨恨，幾個月後回來復查，腫瘤竟然奇蹟般的縮小，甚至消失了？醫生稱之為醫學奇蹟，但霍金斯博士會告訴你，這不是奇蹟，這是能量頻率的物理法則。那麼，這張神秘的能量圖到底長什麼樣？我們現在的頻率究竟是正在滋養我們的細胞，還是在慢慢殺死我們自己？那個傳說中連癌細胞都害怕的神奇刻度到底是多少？如果你想在這個紛亂的世界裡為自己也為年邁的父母找到一把通往安詳與健康的鑰匙，那麼接下來的內容請你務必聽到最後，因為這不僅僅是知識，這是救命的真相。霍金斯博士的這張意識能量層級圖其實並不複雜，請大家發揮一下想象力，把我們的生命狀態想象成一架梯子或者是收音機的刻度表。這個刻度從1到1000，數字越低代表頻率越低，能量越重，生命越痛苦；數字越高代表頻率越高，能量越輕盈，生命越喜悅。霍金斯博士在測試了數萬人後，發現了一個令人背脊發涼的分水嶺：200。請記住200這個數字，這是生與死、病與健康、地獄與天堂的界限。如果你的能量層級長期低於200，你的身體就像是一個不斷耗電的電池，永遠充不滿。你的免疫系統會被壓制，細胞會失去活力。霍金斯博士直言不諱地指出，低於200的意識層級是所有疾病的溫床。那麼，生活在這個危險區域的人究竟長什麼樣？讓我們來對號入座，看看這些低頻能量是如何一步步吞噬我們的健康的。首先是能量層級最低的深淵20，羞愧 shame。這不僅僅是害羞，這是一種我不配活着的感覺。在台灣的社會新聞裡，我們偶爾會看到一些走上絕路的人，也許是因為欠債，也許是因為遭受了極大的屈辱。在這個層級的人，他們覺得頭抬不起來，覺得自己是世界的負擔。這種能量具有毀滅性，它直接攻擊人的生存意志。長期處於這個頻率，身體機能會迅速崩潰，甚至不需要癌症動手，精神就已經先殺死了肉體。稍微往上一點，層級30，內疚 guilt。這個頻率在很多長輩身上特別常見。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老人？他們這一輩子活得都很沉重，年輕時為了養家糊口，可能做了一些不得已的選擇，或者覺得自己虧欠了子女，虧欠了伴侶。到了晚年，他們總是把早知道都怪我掛在嘴邊，早知道當年多陪陪孩子就好了，都怪我沒本事，讓老婆跟着受苦。內疚感就像是慢性的毒藥，中醫常說憂思傷脾，在能量學上，內疚會持續消耗心輪的能量。很多患有自體免疫疾病，或者是長期莫名其妙疼痛卻查不出病因的人，往往心底都藏着一個深深的無法原諒的過錯。接着我們來到層級75，悲傷 grief， 這是失去摯愛或者是經歷了重大打擊後的狀態。在這種頻率下，人是無力的，你看他們的眼睛是暗淡無光的，他們覺得生活已經沒有了希望，日子只是在熬。很多老年喪偶的人，如果走不出這個層級，往往在伴侶去世後的1-2年內，身體就會斷崖式衰老，甚至緊隨其後離世。這不僅是心理學上的心碎綜合症，更是能量場徹底枯竭的表現。再往上走是層級100，恐懼 fear， 這恐怕是現代人最熟悉的頻率了。想想看，我們現在的社會充滿了什麼？打開電視，新聞在播報，哪裡又有病毒，哪裡又有戰爭。打開手機，理財專家告訴你，通貨膨脹會讓你的退休金縮水。看看體檢報告，一個紅色的箭頭就讓你幾天睡不着覺。我們生活在一個販賣焦慮的時代，很多人拼命工作，拼命存錢，不是因為熱愛生活，而是因為害怕。害怕生病，害怕沒錢，害怕變老，害怕被拋棄。當一個人長期處於恐懼中，他的身體時刻處於戰或逃的應激狀態，腎上腺素飆升，皮質醇居高不下，
血管長期收縮，血壓怎麼可能降得下來？胃腸道怎麼可能好得了？這就是為什麼很多神經質、整天提心吊膽的人往往是藥罐子，因為他們的身體以為自己天天在戰場上打仗，根本沒有多餘的能量去修復細胞。還有一個非常具有殺傷力的層級150，憤怒 anger。這個層級的人看上去很有活力，但這種活力是破壞性的。你想想那些在餐廳裡對着服務員大吼大叫的人，那些在馬路上因為一點小摩擦就搖下車窗破口大罵的人，或者那些整天在網絡上跟人由於政治立場不同而吵得面紅耳赤的人，他們看起來氣勢洶洶，但實際上他們的內心是脆弱的。憤怒來源於求而不得，來源於對現實的不滿。每一次暴怒都是對肝臟的一次重擊，都是对心血管系統的一次轟炸。俗話說氣死人，這在能量學上是真實的。憤怒的能量像一把火，不僅燒傷別人，更會先燒乾自己的精血。朋友們，聽到這裡，不妨在這個夜深人靜的時候，誠實地問自己一句：我現在處於哪個層級？我是不是經常因為一點小事就陷入深深的自責、內疚？30，我是不是每天睜開眼就開始擔心未來，恐懼100？我是不是總是覺得這世界對我不公，滿肚子火氣，憤怒150？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要很嚴肅地告訴你，你的身體正在拉響警報。你吃的那些昂貴的有機食品，你吞下的那些進口維生素，甚至你每天堅持的晨跑，可能都在做无用功。因為這就好比你給一輛破車加了最高級的汽油，但車的發動機，也就是你的能量頻率本身就是壞的，再好的油也跑不遠，甚至會因為積碳而徹底報廢。但是大家不要絕望，霍金斯博士的研究最偉大的地方不在於他指出了地獄在哪裡，而在於他告訴了我們如何爬出地獄。在這個能量圖譜上有一個神奇的臨界點，只要跨過這個點，你的人生將發生翻天覆地的逆轉。所有的疾病、霉運、痛苦，在這個點之上都會像冰雪遇到烈日一樣自然消融。這個點就是200。那麼200代表着什麼？我們要如何做才能從充滿泥濘的低頻沼澤縱身一躍，跳上這個能夠連癌細胞都無法生存的黃金頻率？接下來的內容可能會顛覆你對養生和修行的所有認知。好，讓我們深吸一口氣，準備跨越這道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嶺。層級200，勇氣 courage， 這就是那個神奇的轉折點。什麼是勇氣？這並不是說你從此不再害怕，而是你依然害怕，但你決定面對。在200以下的人，心態是受害者，他們總覺得為什麼倒霉的總是我？為什麼老天爺對我這麼不公平？為什麼兒女不孝順？但一旦你跨入200的層級，你的潛台詞變了，你會說：好吧，這是我的人生，我有責任把它過好。當你停止抱怨，開始承擔責任的那一刻，你身體裡的每一個細胞都會收到一個信號，我們也該振作起來了。你的免疫系統開始甦醒，那種壓抑在胸口的沉重感開始鬆動，但這僅僅是開始。霍金斯博士告訴我們，真正的抗癌防彈衣是在更高的層級。讓我們看看層級350，寬容 acceptance。如果用台灣人最熟悉的2個字來形容，就是隨緣。這不是消極的認命，而是一種巨大的智慧。在這個層級的人，他們不再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裡死磕，他們明白有些事情發生了就是發生了，與其憤怒糾結，不如接受它，然後放下它。你觀察過那些長壽的老人嗎？他們通常不是那種脾氣倔強，非要爭個輸贏的人，他們大多樂呵呵的，凡事看得開，吃虧了也笑一笑，不往心裡去。醫學研究表明，這種不糾結的心態能大幅降低體內的炎症反應。你的血管是舒張的，氣血是通暢的，在這種通透的身體環境裡，癌細胞想要扎根太難了。接着，我們來到了足以創造奇蹟的層級500，愛 love。
請注意，霍金斯博士所說的愛，不是電視劇裡那種死去活來的男女之情，那往往伴隨着占有欲和嫉妒，頻率其實並不高。層級500的愛是一種無條件的仁慈，這是一種看到眾生皆苦，因而心生慈悲的狀態，是你看着路邊的一朵花，看着家裡調皮的小孫子，甚至看着曾經傷害過你的人，內心不再有恨，只有一種溫暖流過的感覺。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書中記錄了大量的案例，當一個人的意識頻率達到500時，他的身體會發生驚人的生化反應，大腦會分泌大量的內啡肽 endorphins， 這可是人體自帶的超級良藥，它的止痛效果是嗎啡的幾倍，而且沒有任何副作用。它能極大的激活自然殺手細胞 NK 細胞的活性，專門搜尋並消滅體內的癌細胞和病毒。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癌症晚期病人，當他們徹底放下对死亡的恐懼，開始用愛去對待周圍的一切，去感恩生命中留下的每一天時，幾個月後，腫瘤竟然神奇地消失了。因為在500的頻率下，愛就是最強的化療。再往上是層級540，喜悅 joy 和600平和 peace， 這已經是聖人的境界，或者說是得道的狀態。到了這個層級，無論外界發生什麼，哪怕是遭遇了重大的變故，甚至身體承受着劇痛，他們的內心依然深處依然如止水般平靜。你可能在一些高僧大德，或者是修養極好的修女、神父身上感受過這種氣場，你只要靠近他們，就會覺得莫名的安心，煩惱似乎都消失了。霍金斯博士說，在600的層級，治癒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為這種高頻能量場本身就具有強大的修正力，它會把身體裡所有扭曲的、混亂的細胞，也就是病變細胞，強行校正回正常的秩序。這就像是一個走音的樂團，突然來了一位頂級的指揮家，大手一揮，所有的雜音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和諧的樂章。朋友們，講到這裡，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這個殘酷而又充滿希望的真相。我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去賺錢，去買房，去給孩子存教育基金，以為這些能給我們帶來安全感，但我們卻忽略了我們自己的身體，就是那個最精密的風水局。如果你每天眉頭緊鎖，怨天尤人，那你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凶宅。哪怕你住在地堡豪宅裡，你的身體內部依然是陰暗潮濕、霉菌滋生的。而如果你能把頻率調高，學會寬容，學會感恩，學會去愛，那你就是把自己修成了一座福地。所謂福人居福地，其實你的身體健康就是你最大的福報。這時候，我相信屏幕前的你心裡一定在吶喊：我都懂，我知道生氣不好，我知道要開心，可是臣妾做不到啊！生活這麼苦，房貸壓力這麼大，孩子這麼不聽話，隔壁鄰居又那麼討厭，你讓我怎麼愛得起來？你讓我怎麼喜悅？這是一句大實話。從低頻跳到高頻，這不僅僅是想一下就能做到的，這需要方法，需要練習，甚至需要一點點作弊的技巧。那麼，對於我們這些還在紅塵中打滾的普通人，有沒有什麼簡單、可操作、立刻就能用的方法，幫我們在情緒崩潰的邊緣，把頻率強行拉回來呢？答案是有的。接下來的最後一部分，我將送給你3個霍金斯博士極力推薦且被無數人親測有效的調頻秘籍。哪怕你現在正處於人生低谷，哪怕你正被病痛折磨，只要你照着做，奇蹟也許就在下一個轉角。好，我們不開空頭支票。想要在充滿壓力的生活裡，把那個已經在低頻震動了幾十年的能量開關往上撥，我們需要借力。霍金斯博士在他的經典著作《臣服實驗》和《讓步》中提煉出了3個最適合現代人的調頻法寶。第一招，把抱怨替換成謝謝。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老套，像心靈雞湯，但請你從能量學的角度來理解它。抱怨的底層邏輯是匱乏，是我不滿意，它的頻率是低於150的；而感謝的底層邏輯是擁有，是看見美好，它的頻率直接飆升到500以上。怎麼做？不用你去感謝傷害你的人，那太難了。請你從感謝自己的身體開始。
今晚洗澡的時候，能不能請你摸一摸那個為你操勞了幾十年的膝蓋，對他說一聲，老夥計，謝謝你撐着我走了這麼多路，辛苦了。能不能對那個為你日夜跳動從未休息過的心臟說一聲，謝謝你讓我還活着。日本江本勝博士的水知道答案實驗早就證明了，對水說謝謝，它的結晶會變得像鑽石一樣完美。別忘了，人體70%都是水。當你開始真誠地對身體說謝謝時，你其實是在給體內的60萬億個細胞做一場最高級別的能量 SPA。哪怕是癌細胞，在這個充滿愛的頻率下，也會停止攻擊，甚至開始轉化。第二招，霍金斯博士的獨門絕技——不加評判的觀察，這是很多人過不去的一關。當我們感到憤怒、焦慮、悲傷時，我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抗拒，我不想難過，我不該生氣，或者我們選擇壓抑，把火氣憋在肚子裡。霍金斯博士告訴我們，壓抑和抗拒只會把負能量鎖死在你的身體裡。正確的做法是看見它，然後允許它流過。當你生氣的時候，不要去想是誰惹你生氣，不要去編織腦子裡的那出大戲，請你閉上眼睛，深呼吸，只關注那個生氣的感覺本身。你感覺胸口有點堵，好的，看見它。你感覺手在發抖，好的，看見它。不要給它貼標籤說這是壞情緒，就像你坐在路邊看車流一樣，靜靜地看着這種情緒在身體裡流動。你會驚訝地發現，只要你不給它加戲，不給它那種對抗的能量，任何強烈的情緒通常只需要90秒到3分鐘，就會像雲彩一樣自動消散。這就叫臣服。每一次臣服都是一次頻率的飛躍。第三招，斷捨離，清理你的能量朋友圈。古人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能量是會傳染的，而且傳染速度比病毒還快。如果你正在努力調頻，請務必遠離那些整天把你當情緒垃圾桶的人，遠離那些只會八卦、抱怨、製造焦慮的群體。這不是冷漠，這是對自己生命的負責。哪怕是家人，如果他們總是傳遞低頻能量，你也要學會以此為戒，保持心理上的距離，守住自己的能量场。同時，主動去靠近那些高頻光源，多去大自然走走，大自然的頻率天然就在500以上。多聽聽那些優美的古典音樂，或者像今天這樣看一些能提升你認知的優質視頻。多去接觸那些心地善良、樂觀、豁達的朋友。最後，我想用幾句心裡話結束今天的分享。各位朋友，特別是正在病痛中掙扎，或者覺得人生無望的朋友，霍金斯博士的能量圖並不是要給你貼上3、6、9等的標籤，而是要告訴你一個被我們遺忘已久的真理：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你依然擁有選擇權。也許我們無法決定生老病死的時間，無法決定明天股市的漲跌，無法決定別人怎麼對待我們，但是我們可以決定用什麼樣的頻率去回應這一切。你可以選擇繼續蜷縮在恐懼和受害者的劇本裡，把身體交給醫生，把命運交給運氣，然後在無盡的遺憾中走完這一生。你也可以選擇從今天起，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去嘗試寬容，去嘗試感謝，去嘗試愛。當你把頻率調到愛的那一刻，你就已經贏了。因為正如霍金斯博士所說，愛是宇宙中最強大的治癒力量。不管現在的醫學報告怎麼寫，不管現在的境遇有多糟糕，請記住，你的身體擁有億萬年的智慧，你的靈魂擁有無限的潛能。只要你願意把那個開關打開，光自然會照進來。不要小看這一個念頭的轉變，也許那個所謂的醫學奇蹟，那個無疾而終的圓滿，正在200層級之上的那個拐角處靜靜地等着你。把頻率調高，不僅是為了不死，更是為了真正的活過。如果你覺得這支視頻給了你一點點力量，請不要吝嗇你的手指，把它分享給你最在乎的人。也許你的一次轉發，就能把這顆希望的種子種進某個正處於絕望中的人的心裡。這本身就是一次功德無量的高頻行動。祝願屏幕前的每一位都能活在愛與光之中，身心安康，福慧雙修。我們下期再見。